摆什么 pose 啊？吃饭了吗？没吃。正好，我在楼下买了熟食，趁着吃点。不吃。爱吃不吃。不行，我要开始酝酿情绪了。给，穿上试试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给我妈买衣服的时候，顺便给你买了一件。早不买，晚不买，非得今天买，好不容易攒点火，你这一张煽情牌又给我吹灭了，我心太软了。好了没啊？好了，不错，挺合身。行，那别脱呀，就这么穿着呗。多好看啊！我眼光真不错。哎哎，干嘛？哼！见过小帅了？对。他跟你说，我让他劝你的事儿。劝？那不是劝，那是算计。所以你觉得我是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是吗？对，你明着说对我有耐心，说我无论什么时候想通了都不介意，还说绝不强迫我。结果你暗地里去威胁江小帅，强迫他逼我就范。池诚，我原以为你是个爷们，心胸坦坦荡荡，但没想到你这么虚伪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心里头有多挣扎吗？我总以为你的老情人要回来，你知道我这几天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你用这么低劣的手法去刺激我，把所有的快乐都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信江小帅的话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搭理你。哼，被人这么说，扛不住了吧？有本事你来啊，说脏话，爆粗口啊，说完我就可以亮出底牌了。我承认，都是我不好。嗯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怕跟你耗太久，不知道你的心思歪到什么地方。我找江小帅，因为他是最了解你的人，所以我才用了这个办法。当然，手段是强硬了一些，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。靠！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这样我怎么好说月月的事儿？我跟他摊牌了，下场会不会比汪硕还惨？还生我气呢？你还恨汪硕吗？你好端端的提他干嘛？那你在乎他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在乎的是当年的那个事情，不是他这个人。那万一他要回来跟你解释，你会原谅他吗？
不会。可万一他要是真的有苦衷呢？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。我驰骋，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。我也没少骗你吧？可你也没把我怎么样嘛。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，你的骗，那不叫骗，最多是小心机。但如果超出我的掌控范围，一直把我蒙在鼓里，那才叫真正意义上的骗。怎么了？怎么？骗过我？怎么骗的？其实，我当初接近你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？行了，你不就有个当年谈了3年的女朋友，嫌贫爱富，把你踹了，然后你想借我的肩膀，爬一爬？你知道我有个谈了3年的女朋友？知道。那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也不想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受不了，在我无法改变的历史中，你有段刻骨铭心的感情。大卫，你到底跟他坦白了没有啊？本来想说的，可又被他的话咽回去了。现在想想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反正我跟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和他认识的朋友相差108000里。除了郭成宇，也没人会把我们俩的事捅到池城那儿去。也是，如果能瞒住的话，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。将来你们感情稳定了，说不定哪天聊起来，就把这事儿给带出来了。也对。呼啊！喂喂，给我转点电话费呗。你自己不会充啊？我们家的钱不是你管吗？谁跟你是一家的了？切！给你充了30。你是真抠啊！这不是抠不抠的问题，好吧？池审就是故意的。哎，谁一出门就要打电话，然后没话说了也要挂在那儿，这还不好啊？黏着你说明爱你啊！爱情想要长久，就应该有来有往，你也去黏黏他呀。可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空间啊。那2个男的谈恋爱，有必要这么矫情吗？有必要这么矫情吗？哎，真的有。